怎么了？哎，你听，那什么声音啊？哎，听到了吗？好像是马蹄声。哎，你看马！ 是鬼！快点放我！关中，直奔洛阳。是，出发。这。
将免礼。报！大将军，镇远隘口遇袭。镇远隘口是突勒骑兵吗？有多少人？烽火传信，具体情况不明。再探。是。传令，发兵镇远隘。突袭隘口的是什么人？怎么守隘的军士都变成了白骨？大将军，这绝对不是人力所为，是鬼，是鬼啊！住口！身为大军副将，妖言惑众，该当何罪？大将军说的。哼！有没有幸存的军士？末将率人查遍隘口，没有发现活口。大将军，弟兄们都阵亡了。大将军，大将军，怎么了？大将军，刚刚我们在烽火台下发现了一个人，他还活着。哦，快抬过来！大将军，快说说，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？妖怪，是妖怪！妖怪？是妖怪！他们像黑云一般，骑着快马冲进隘口，兄弟们转眼间便被他们踢成了白骨，太可怕了！这些人是怎样将人踢成了白骨？他们举着弯刀，坐在马背上，像旋风一样，围着咱们的弟兄转上2圈，兄弟们就变成白骨倒在地上了。大将军，这些都是小的亲眼所见的。你镇定一下，不要害怕，仔细想想，这些人有没有说过话？他们好像讲的是突勒话。突勒话？是。他们有多少？大约有50左右。只有50人。大将军，你没有看到，他们真的不是人，是妖怪，是妖怪呀！那你是怎么活下来的？小的点燃烽火后，跳下了烽火台，他们以为小的摔死了，这才……他们朝哪个方向去了？关内方向。带他下去疗伤。是。他们究竟是什么人？难道真的是突勒骑兵？突勒骑兵怎么会将人踢成白骨？又为什么要进关呢？传令，命前锋飞虎军全力追赶，绝不能让他们入关。是。就是这儿。
山兄、北山兄，别来无恙。一切安好。哈，二位千里驱驰赶到敦煌赴约，真是感激之至啊！请。太子殿下，一切都安排妥当了。图勒这边我已经全部联系好了，夺了5部，木昆3部，突厥师3部，5个鹰师，16个豹师，共30万人，听我号令。只要吉利可汗一死，立即夺取牙帐，进攻大周。然而，我知道殿下想说什么。哦，殿下想说的是一个人，狄仁杰。狄仁杰是我心中最深的恐惧。此人不出大师，休想成功。英雄所见略同，这也正是我与南山兄来见太子殿下的目的。说起来容易，可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？狄仁杰好像是打不败的。从幽州到崇州，从我父亲默度到吉利可汗的儿子莫绰，从金木兰到萧清芳，每一次举事都被狄仁杰粉碎。那是因为他们不明白，谁才能够杀死狄仁杰。哦，你知道？当然，谁？皇帝。当今天子。是的。这个我也知道。可是狄仁杰是武则天的左膀右臂，已之如泰山，怎么可能杀他？世间之事，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。哦，请。看起来，你已经有了计划。是的，我与北山兄议好了一条连环巧计，既能除掉吉利可汗，更可陷狄仁杰于死地。快告诉我！吉利可汗的寿诞将至，皇帝为他准备了一份厚礼，而这份厚礼同样也是为我们准备的。哦，什么厚礼？由本朝金银器巨匠将作大监沙尔汗率善金局顶尖工匠，花费9000两黄金、数10斤珠宝制成的海兽细波黄金大盘。黄金大盘？正是。一切便从这只大盘开始。哦，太子。御风者已到，北山兄，你那边怎么样10日之后善金局。好。小事的留下随身财物，否则要你们脑袋！走吧。
恩师，曾泰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在等您呢。等我啊？看你这股至诚的劲儿，一定是又有难解的案子发生了，对不对？恩师，要不说您是神人呐，真是不假。一猜便中。昨夜，南市东街柳条巷发生命案，3名死者被快刀劈成了白骨。劈成白骨？正是。学生率司马和法曹勘察了现场，地上扔着3柄钢刀，周围的地面、墙上沾满了血肉，形状非常恐怖。除此之外，再无其他痕迹，学生难以定夺。因此，特在宫门前迎等恩师，请您莫辞辛劳，与学生同到现场勘察一番。我这个洛州牧不仅是你的上官，也是洛阳百姓的父母官，自己地面上出了事，当然该去。哦，对了，你派人回府，把元芳也叫到现场。学生早就派人去了，这会儿，元芳应该已经到了。好，想到我前面了走吧。好。闪开！大人来了！让一让。哦，大人，你看他果然已经到了。元芳啊，这才叫兵贵乎神速啊！卑职蒙洛州刺史曾大人见召，敢不从速乎？罢了，无端一时，黄家卫率领袖李大将军，学生可是做了个僭越之罪呀。元芳，怎么样？有何发现？大人，您看，这把刀没有开刃，刀尖儿也是钝的。不错。3柄钢刀都没有开刃，真是不可思议啊！就现场的情状来看，3名死者真的是被人当场劈成白骨。大人，卑职也是这样认为。不仅如此，从墙上的血肉痕迹及死者白骨上的刀痕可以断定，凶手绝不是杀人后慢慢将死者剃成白骨，而是在死者活着的时候瞬间完成的。什么？瞬间将一个大活人踢成白骨？这不大可能吧？人是动的，不会死站在原地任人宰割。退1万步讲，就算是死者原地不动，任由凶手施暴，能在瞬间将一个有血有肉的活人踢成这般模样，这需要什么样的刀，又需要什么样的力量和速度啊？恩师，这恐怕不是人力所能及的呀。
元芳说得很对，可以肯定，行凶之人是在迅猛的动作之中将死者踢成了白骨。真有这种事儿？我想事情应该是这样的：今晨尹某之间，行凶之人走进柳条巷，突遭3名持刀强盗的围抢。这一点从地上没有开刃的钢刀可以得到证实。恩师，您的意思是，地上这3具白骨是持刀的强盗？不错。可恩师，这3把没有开刃的钢刀，怎么能够证实这一点呢？是啊，大人，我也不明白。其实道理很简单，你们完全可以想到，只是你们心中有一种常人都会有的同情心理，先入为主的认为死者肯定是受害人，对吗？是，也许吧。这样吧，元芳，我给你提个问题：如果换了你，拿着一柄没有开刃的钝头钢刀，深夜跑到街上，你会做什么呢？拿着钝刀上街，肯定不是为了杀人，会不会是为了卖刀啊？半夜出来卖刀？确实晚了点儿。大人说的不错，这3个人拿着不开刃的钝刀，是想吓唬半夜过路的胆小行人，抢劫财物。没想到他们碰到了一位末路豪强，就在他们将此人围住的一瞬间，此人拔出了随身的武器，转瞬之间便将3名强匪踢为白骨。这一点从地面和墙上四溅的血肉可以得到证实。如果行凶之人是将死者杀死之后再行剔骨，墙面上是不会见有血肉的。有道理。可恩师，我还是难以置信，这世上真会有这样的人。曾兄说的不错，行凶之人刀法之精，力量之大，速度之快，都是卑职平生仅见。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呢？大人，有一点可以肯定，这个神秘人物绝非中土人士。是的，中土武功以技巧著称，讲究的是闪展腾挪、飞纵提拔，发力讲借力攻力，很少有这种全凭自身速度和力量的硬功夫。刚刚我在死者的尸骨之下还发现了这个，这是青楼歌伶使用的香袋。是的，这种香袋是歌舞伶人在一曲终了之后掷给客人的。如果客人还需要歌舞，便将香袋掷回；如果不需要，便将香袋放于桌案之上，由杂役收回。不错。这样的香袋怎么会掉在街上？而且掉在了凶案发生的现场。刚刚我仔细看过，这是一只崭新的香袋。依我推断，它很可能属于那个神秘人物。如果这个推断成立，那就证明行凶之人一定是从附近的青楼买醉而归，途经此地遇到了强盗。不错，不错。你们看，香袋上面绣有玉红2字。曾太啊，你立刻出差，居传南市所有名叫玉红的青楼女子到案。尔等都叫玉红啊？回大人，正是。不要害怕，本官传唤尔等是有些情况要向你们了解，问到何人，一定要据实回禀。是。这里有一只香袋，你们看一看，是何人之物？
这是妾身的香袋。你是哪间坊司的伶人？妾身是响花楼的武伶。打发其他玉红们回去，每人赏2贯钱。是。走吧，走吧，跟我来。是。你是如何将香袋遗失的？回大人，昨天夜里2层流花阁接的3位客人点了妾身的水牌。客人把香袋接过后揣进怀中，便不曾还给妾身。那客人是怎生模样？身穿大石黑袍，浓眉方脸。只有他一个人吗？不是，还有2位客人，自始至终都在帐幔中低语，未曾出来。你刚刚说那位客人穿的是黑色的大石长袍？正是。也就是说，此人并非是中土人士？不是，他说的话我们都听不懂。他都说了些什么？第1曲舞罢，我将香袋掷给了他，他揣进怀中。我还以为他不再要歌舞了，正要退下，他突然喊了一句，大家都没有听懂。幸亏有一位敦煌乐师在场，说他要我们继续。阿婆利度，他让你们继续唱，继续跳。哦，这个敦煌乐师能够听懂他的话？正是。你去将那名乐师唤来。是。参见大人。起来回话。谢大人。听玉红演讲，昨日流花阁中的客人说话，你能听懂？正是。昨日那位客人讲的是突勒话。他讲的是突勒话。正是。昨日那位客人说阿波利度，突勒话的意思就是继续。这3位客人是何时到来，何时离去啊？大约是亥时到来，寅时离去。好了，你们去吧。是。大人，想不到这个神秘人物竟然是突勒人。曾太，你立刻撒出刺史府所有人役，遍查全城的旅社、客栈，一定要找到这个神秘的突勒。是。2位客官，您是打尖啊，还是住店呢？住店。哎，好，里边请。你这儿有没有上法？有。将我的马车拉到后面藏好，不要让任何人看到。不管谁问，都说没看到我们。懂吗？懂了。您就请好吧。里边请。
么得吓得体军空怒须吗？啊？可惜飞得没力。哟，客官，您来了。哟，呀，客官，客官，您来了。您是打尖儿啊，还是住店呢？伙计，啊，有没有一辆曹帮上刻着内侍省善金局的运土马车来过这里？赶车的是2个身穿内侍省公服的人。没见过。客官，您慢走啊。客官，怎么了？真的没有见过。哎呦，这真的没有。你听清楚，我是洛州刺史府的官差，正在抓捕逃犯。如果让我发现你在撒谎，你就要倒霉了。真的没见过。发现你在撒谎，你就要倒霉了。这位大人，求您饶了我吧！我问你最后一遍，答对了我就放了，如果答错了，不会再有哪里了。我说，你们2个人住在哪个房间？他们住甲号客房。太子殿下，你说那些洛州刺史府的官差是冲咱们来的吗？现在还不能确定。我们才到了3天，从来没有暴露过身份，他们怎么可能知道？难道是那天夜里我们在南市杀掉那3个强盗？可我们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啊！他们怎么会联想到我们身上？这太不可思议了。如果说世上有1个人能够做到这一点，那么他一定就是狄仁杰。惊动了狄仁杰？嘘，小点声。吴乐之，你看到了吧？
就这么一次随意的出手，险些令我们彻底暴露。今后要加上12万分的小心。我明白了。原来是只野猫。如燕，你不是在山西老家照顾大老爷吗？怎么回来了？大老爷说叔父这里更需要人，他一定要让我回来。我拗不过他，只能遵命。哦，哎，你怎么会盯上那2个秃勒人？这2个家伙跟我同时到达这里，我一听他们说秃勒话，又鬼头鬼脑的，就知道不是好东西。真有2下子，不愧是大人的侄女。你只要一捧我，就是有事要求我了。知我者，你也。如燕，这2个秃勒人非常重要，事情紧急，不计细数。你马上骑快马赶回洛阳，请大人率人前来。就这2个毛贼，还用这么兴师动众？咱俩进去，手到擒来。你不要小看他们，那个叫吴乐志的刀法非常精湛，能够瞬间将人剃成白骨。哦，有这样的事？你我贸然动手，一旦被他们逃脱，那就前功尽弃了。所以你要用最快的速度赶回洛阳。好，你要小心。放心，你去吧。善金局的马车？正是，元芳似乎发现了什么，一路追了下去。善金局是为皇帝制作金银器的御用作坊，在承福门内，归内侍省将作监该管，由将作大监沙尔汗主理。恩师说的对极了，这个沙尔汗是个很了不起的人物，乃本朝金银器制作大将。他是波斯人，技艺超群，从范铸、锤叠、鎏金、錾刻，到铆接、切削、镶嵌，以及掐丝与金珠焊缀，各项工艺无一不精。真可以说得上是第一高手。此人虽不入庙堂，却是圣上的宠臣。学生也听说过此人，难道这个沙尔汗和秃勒人有什么关联？哎，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，还是等等元芳的消息吧。叔父，叔父，哎，叔父，如燕，你怎么回来了？叔父，是大老爷让我回来照顾您的。哎，先说正经的，我在洛阳以东的迎宾驿馆中碰见了元芳。他是不是发现了什么？是的，有2个贼头贼脑的秃勒人混在驿馆之中。元芳说这2个人非常重要，让我回来报信儿，请您和曾叔叔火速前往。太好了，曾太，电骑刺史府3班衙部。是。如燕，拿我帖子，请大将军王孝杰率魏军前来。是。北山。哎，队长，快点！快！太子殿下，此地不能久留。
离开。难道这里也不安全吗？我已经打听清楚了，此案是由发生在南市的一桩凶杀案引起，由洛州刺史府经办的。而洛州刺史曾泰就是狄仁杰的学生，由此推断，狄仁杰很有可能介入了此事。真的惊动了狄仁杰？鉴于这种情况，为慎重起见，请殿下莫辞辛劳，立刻随我离开此地。好。我们要到哪里去啊？一个安全的地方，到了殿下自会知道。马车已在后门等候，为不引人注意，我先出去。你们收拾妥当后，到后门上车。辛苦你了。对了，吴乐志，你去告诉北山，那辆善金局的马车还藏在后院，请他处理一下。是。一定认识。当我用刀挑开你的风貌时，我会大吃一惊的。哼，让我看看你的真面目吧。剔骨案的凶手，你是谁？抓你的人。喂！
么回事？大将军，赶快有人抢马跑了！师傅，怎么样？抓到了一个，另一个跑了。哦，哎，元芳呢？去追了。大人。嘿，大人，您这招敲山震虎真是管用。这两个秃噜人果然在城中待不下去了。下午，他们化妆成善金局的工人，在城门前耍了个调包的诡计，本意骗过了我。可卑职突然觉得不对，翻身再追，最后在迎宾驿截住了他们。哼，还不是我先发现的他们，也不提一句。好，功劳都是你的，行了吧？谁要和你抢功啊？没人夸我，自己提一下还不行？好了好了，有功有功，大家都有功啊！好，元芳啊，刚刚你说这两个秃噜人是坐着善金局的马车出城的？正是，他们安排得非常巧妙。马车先是出城到扎土，卑职一路跟踪，没有发现什么异常。回到洛阳，刚进城门，其中一车夫忽然说要返回扎土场取东西。由于他们刚刚驶进城门，守城的军士便没有让他们再到出城口接受检查。于是马车原地掉头，两车相错，后车将前车挡住。就在此时，早已等在一旁的秃噜人窜上马车，而原来的马夫跳车离去，就这样神不知鬼不觉地掉了包。善金局的马车，善金局的官衣，善金局的工人，还有这条巧妙的调包计。如果不是元芳临时急制，此时这二人已经逃出罗网。你们想一想，如此周密的计划，单凭两个秃噜人能够完成吗？定有内奸帮忙。大人，刚刚有一穿黑斗篷的神秘人物来到这里，秃噜人称其为北山。北山，此人对我们的行动内情非常了解，甚至知道曾兄与您之间的关系。他断定你已经介入了此事，因此要两名秃噜人立刻随他离开。听那人说话的口气，绝对是个做官的，而且不是个小官。你看到他的长相了吗？最可惜的是，刚刚我已在后院制住了他，正要揭开他的真面目。恰在此时，乌勒之背后偷袭，我二人酣战之间，此人趁机溜走了。看到了吧？此案绝不像我们表面看到的那样简单。这两个秃噜人在神都的根子很深呢。哦，对了，元芳，刚刚你说到乌勒志，谁是乌勒志？就是那个将人踢为白骨的秃勒高手。哦，能确定吗？刚刚我二人交手时，此人竟在瞬间击出上百刀，由此可以断定，柳条巷剔骨案的凶手定是此人无疑。那他人呢？本来我已将他打伤，谁料想此贼施出诡计，夺马而逃。大人，是卑职无能。哎，双方交手，胜负都是难以预料的。对方使用诡计逃脱，就更是在情理之中的事，这怎么能怪你呢？只要能够确定对方的身份，今后的事就好办多了。哼，这个乌勒志定是突袭镇远隘口那支神秘骑兵的首领。他奶奶，只可惜让他跑了。小姐，放心，下次他不会再有这么好的运气。元芳，只要能抓到这个贼种，需要什么你尽管开口。我们抓住了他的主子，你还怕他会跑远吗？哦，他的主子？元芳啊，我说的不错吧？只要是大人说出口，就一定不会错。可以肯定，屋内的那个秃勒人就是乌勒志的主子。我亲耳听到乌勒志和穿黑斗篷的北山都称其为太子殿下。太子？难道像几年前的莫绰一样，又是吉利可汗的儿子？在突勒，不光是吉利可汗的儿子，多禄五四金、努氏弼五绰
以及各个部落小可汗的儿子都被称为太子。哦，是这样，我说呢。然而，据我对突勒贵族的了解，能够意识乌勒制这样高手的，绝不会是无足轻重的人物。好，如燕，你领军士将驿馆周围仔细搜查一遍，看看还有没有可疑的人和物。是。跟我来。是。走吧，我们去见见这位太子殿下。是。Timmy Smith。Timmy Smith。狄仁杰。你是狄仁杰？哦，原来你会讲汉话。是的，我就是狄仁杰。我再问一遍，你是什么人？我是突勒商人。商人，是率骑兵突破我镇远隘口，将200名守隘士兵踢为白骨的商人吗？你的手下乌勒制和刚刚来到这里的黑斗篷北山称你为太子，你们突勒人都管商人叫太子吗？这些你怎么会知道？因为我的属下一直在暗中监视你们，你的一言一行都在本阁的掌握之中，所以我奉劝你，老老实实的回答我提出的问题，否则一旦天威降临，你就是粉身碎骨。说吧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是夺路部大司军的儿子，玉谷社。到洛阳来做什么？来会朋友。放你的狗屁！你调动齐格大军做疑兵，一路闯关斩将，潜入洛阳，只是为了来会朋友。你的话，鬼都不会相信。我说的都是真的，信不信由你。哎，叔父。啊？叔父。怎么了，如燕？叔父，这只马鞍带是我在后墙外的气窗下找到的，您看看吧。更不是夺路部四金的儿子玉谷社。你的父亲是吉利可汗的叔叔，多年前因反叛罪被处死的默度，而你是好战的五部贵族首领赫鲁太子。什么？他是赫鲁？正是。哼！短刀上刻着他的名字。这枚纯金令箭更印证了他的身份。元芳啊，念给大家听听。
夺路不知可汗，御风者的主人，沙漠中的雄鹰，赫鲁伊利耶。你现在还有何话讲？想不到，我们父子两代竟会死在同一个人手里。天不佑我，真是时也命也，我无话可说。赫鲁，你无视两国盟约，不听吉利可汗约束，公然点燃战火，率领5部好战贵族，屡犯我境，烧杀剽掠，真是罪过龙珠。我来问你，你今次阴潜洛阳，有何阴谋？不必多问了。既然落入你们手中，要杀要剐，请便吧。我知道，本朝之中定有内奸与尔内外勾结，沆瀣一气，狼狈为奸。那个什么北山，就是其中的一个。说他是谁？不要白费力气了，我什么都不会说的。听说过内卫吗？听本阁好言相劝，知时达物，如实交代，否则将你交到内卫手中，到那时恐怕想死都是件奢侈的事情。你他给！来呀，将此贼暂押洛州刺史府大牢之中，10人一班，严密看守，任何人不得接近。是。走。小姐啊，你不该发怒啊！这一次我们抓了一条大鱼。啊，远方。是啊，赫鲁是好战贵族之首，抓住了他，就等于砍下了5部贵族的脑袋。他们群龙无首，用不了多久，自己就会内讧起来。话是不错，只是太便宜这个王八蛋了。哼，我说谁有这么大能力，竟能调动齐国的主力做疑兵，原来竟然是赫鲁。一定要撬开赫鲁的嘴，将隐藏在朝中的内奸挖出来，否则祸起萧墙，国无宁日。明日我们就进宫，将此事禀明圣上。你说不说？来人，去匹马铐来。是，爷们儿。国老，大哥领。而今此人五脏俱损，七窍淌血，再用刑，性命便难以保全了。这厮如此强项，我看把他杀了算了。哦，杀了他，不知大阁领要怎么向皇帝交代？我是被他气晕了。国老，那您说该怎么办？继续审吧？不行，这不审吧，又没办法向皇上交代。您看此贼的情形，2、3个月都难以恢复，看起来一味用刑不是办法。我看我们还是要从长计议。怎么从长计议？难道要放他回突勒不成？大哥领，我看这样，咱们立刻进宫，面见圣上。